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会员影片的第3期。上一期我们讲到了面子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面子啊。今天我们就不喝酒了，也不吃零食了。哎，正好这茶好了，开了，我们烧个茶，喝个茶，吃点水果，消消食儿。中午吃太多，你看富贵滴了点水，他都得先擦了。哎，那天有人留言说富贵厨房，基本上70%都是在搞卫生。这个对，今天我做完饭，他还跟我在那闹别扭，不能说闹别扭，跟我在那抱怨说，你看你做个饭，这水池里怎么东西这么多，你就不能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吗？哎，先不说这个啊，就是这个喝茶局，富贵特意从后院摘了个石榴，让我尝尝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石榴肯定特难吃，因为它巨硬无比。我先把它打开，我觉得可能挺酸的。去年咱摘了一个，就是，哎，好像还行哎。行啥呀？我都切下去这么多了，还没见着肉呢。茶好。茶好，这石榴不一定好，但我买的，哎，我觉得可能不是，你可以扔这里边。我觉得可能不行哎。呵，这，哎呀，白籽儿啊？怎么白籽儿的？我明明买的是红的品种的，好吃吗？我也买。酸啊！太酸了吧？我尝尝，我不怕酸。我不怕酸。我觉得好像还欠点火候，没熟吧？是不是应该再种一下？就让它再成熟一下，是吗？我们前2期会员影片说到了网红，然后说到了演艺圈，为什么又想要说面子呢？上次富贵我们录完影片以后，我们俩又讨论了一个什么话题呢？就是欧洲的那些电影节啊，各种网红都去参加。戛纳是代表。对，都去走红毯。然后原来都是些各种明星去，然后争奇斗艳，然后什么穿个露胸的，然后现在各种网红也都去，不就是为了回来能有个面子，觉得自己是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商业水准，能去参加这个戛纳电影节、戛纳走红毯嘛？然后有人还要在上面多停留个1分钟，多摆几个动作，然后觉得自己上了那个舞台就很厉害了，这也是面子啊。经常会中国的演员、中国的网红在走红毯的时候，比如说假摔，假装摔一个跟头，其实这都是假的嘛。然后走着赖在红毯上不走，被保安赶下去。你会经常看到每届电影节、每届戛纳都会说某某人被保安上来把他赶下去了。然后其实戛纳电影节，咱们看照片啊、看什么视频都知道，就是很多媒体记者、新闻记者呀，都是在那儿照相啊、拍照啊，包括你自己的宣传团队拍照。其实那些人大家根本不认识的，大家也没有人去拍他照，相机都没有对着他的，都是只是他自己的什么宣传人员对着他。对啊。那你说他被赶下去，那个时刻，他是多没有面子的一件事儿。但是这个东西它不会再体现出来呀，它体现出来的只是我在戛纳走了红毯，争奇斗艳，和各路明星争奇斗艳。对。来，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面子哈。对。因为面子体现在各个地方。我先问你一个，你觉得面子这个东西值不值钱？需不需要有？我觉得面子肯定是需要有的，因为每个人都会很在意这个面子，但只是这个面子在每个人的心里的价值有多高是不一样的。你觉得你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吗？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呢，我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。但是我觉得随着我的年龄增长，随着我的阅历的增长，我对面子的这个理解，它的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，它越来越低了。对，包括比如说我们从中国搬到美国来住，那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以后，我认为面子在我心里的位置跟我在中国的时候，它在我心里的位置是已经完全不一样。我先倒一下茶哈。刚才富贵说他来了以后，面子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低。我觉得呢，他这个说的特别好，因为面子这个东西，内心越强大的人越不要面子，内心越脆弱的人，越年轻或者是越自卑的人越要面子。因为面子这个东西是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你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你就容易在别人的一个道德规范之内去做事情，所以你就要去构成一个不属于你阶段的一个面子，一个铠甲。
然后你还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觉得就是你从中国搬到美国来，你的这个面子在你的心目中地位越来越低，是因为你的这个环境让你觉得面子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对，这就是东西方人的这个面子的差异就在这儿。在中国是一定要有面子的。我觉得面子哈，首先分很多种，一个是在花钱方面，比如说请客，我要不要冲这个大头；另外就是炫富，然后就是卷孩子，因为现在国内太卷了，这都是面子。亚洲人，特别是中国人，会把面子当成一种标签儿。因为你每一个人行走在这个社会上，所以你是需要靠面子去把这个标签去建立起来。那你人设对，那你的面子会怎么样来体现？你要把自己包装的可能，比如说你要开一个多好多好的车呀，你要拿个什么什么包啊，你的这个穿的衣服啊，就是你的所谓的你的这些行头都很重要。那他们会认为这个你这人的层次，他会给你一个定位，但其实这个都是很假的嘛。就这种面子，像消费外包装的这个面子，其实都是给你下边的人看的。真正的有钱人不会说靠我这个大 logo 去显示我有钱，你身上的这个大 logo， 你所谓的这个面子，你只是给和你平级或者是比你更下的人，买不起这个东西的人会觉得哇，你买得起这个 logo 的衣服，他们会敬仰你。但是其实比你高的人，比你有钱的人，他们不会在乎这个。真正有钱人也不会去用这些东西来装饰自己，因为他们的内心够强大，他们就不会活在别人的嘴巴里。你像马云可能穿一双10块钱的布鞋，他不会因为这个别人就把你看扁了。对，因为他本身的自信心很强，他有自信心，所以他不需要靠这个来装饰自己。然后往往是你越没有钱越穷的人，因为他心里虚，就像有人说你越缺什么你就要越炫什么。对。那当你没钱的时候，你就要炫这些东西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就朋友圈就是一个真的特别好的一个面子场，就是你都把它叫面子圈。每天的生活，比如什么，我在健身房，然后我开车去上班，然后我吃的多好，就是完全是炫他一个有钱的状态。这就是他一个炫富的一个表现。其实你看，很多人是你越有成就的人，越很少发朋友圈。对，因为他没时间发朋友圈。我的业余时间都是在于说我在享受了，我哪有时间说我还有时间去写这个朋友圈去发这个东西。我来说一说我这些年的一个感悟吧。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请客的人，我特别喜欢请客，就我和我的朋友吃饭，大多数都是你付钱，大多数都是我付钱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但凡和我吃饭的朋友，我就不会去计较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下次你再请回我来。我觉得，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了以后，就是朋友越来越少，筛选了以后，我就不会和朋友去计较。当然，我的朋友给予我的东西也远远超于这些哈，所以我请客的时候，我不会去想，哎呀，下次你请我。因为有的时候人一请客一付出，你就会有一个期待他还给我什么，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匹配的，你就会容易失望。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哈，我想说的是我曾经是一个非常爱请客的人，我现在也是爱请客，但是呢，我的外国朋友给我上了一课，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吃饭，到结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6个同学一起吃饭，然后每个人拿出了一个信用卡，结账的时候让那个服务生算清每一个人吃的什么东西，然后分配到每一个人的这个账单上。我当时以我的认知，我觉得很尴尬。其实对于老外来说，这个事情并不尴尬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事，因为每个人就吃了一碗越南粉儿，其实没有多少钱，10块钱、15块钱。我说那这样吧，我说那个我来请这一顿。我本来想的是就不要让这个服务员去算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很麻烦。然后我这群同学就很奇怪，就说啊，真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请我呀？然后后来呢，我发现老外新来美国的朋友千万不要想着说我今天请你一顿，明天你就会还我一顿，没有的事儿。对，你请10次，这10次是单次的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哦，你请了一顿，你请了一顿，哎，你这次还请我吃东西，他们没有太多在这方面礼尚往来的一个事儿。你这次请了，他下次该付钱的时候他还给你 AA。我觉得老外对于金钱这方面真的是没有面子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。他们甚至会想到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到朋友家做客，
或者我送给你生日礼物，他们甚至会想到说啊，我送给你一个太贵的东西，你会不会有压力？他们会这样想，就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。但是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问题就是说，我出去请客啊，我就要冲这个大头，我送你礼物，我就是要送你一个让我觉得很有面儿的东西。方面就是东西方人的文化差异。对，你就说拿出这个去家里，比如说去做客送礼这个事情，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都是就拿个花啊，拿个10块钱酒。美国人在这方面其实他是根据自己的能力，就是你是在一个什么层次，你在一个什么级别上，你拿什么样的礼物。比如说你就是一般的大众人，可能你去家里做客，你就拿个10几块钱的一瓶酒啊，或者拿一束花啊，就很正常的一个事情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很多这种什么国际学校啊，什么这种卷孩子，哎，就孩子也互相比啊，孩子在比说你穿的运动鞋是什么运动鞋，你的家长开的什么车。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，说某个什么国际学校的开学典礼，然后去的都是妈妈带着孩子上学嘛，然后这个妈妈拎了个什么包，然后这个妈妈什么穿着一个什么多有钱的衣服，然后开个什么车在学校门口都被拍照下来，就说现在的孩子已经都卷到这种地步了，就是家长其实在拼家长的这些能力。如果你可能你家里没钱，你都上不了这种学校，就你孩子在那里边自卑感会很强的。但这个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。你知道，我觉得现在哈，就这个面子的问题已经在中国。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哈，就是已经发展到了畸形的一个地步。因为我觉得在原来来说，就是之前来说，面子有可能能体现到这个人啊，我很讲义气。但是现在这个社会，你没有这个面子，别人就瞧不起你。甲妈妈比乙妈妈开的这个车不好的话，那个老师有可能就会瞧不起这个假学生，对，就有可能老师就会通过这个事情来去见人下菜碟儿，所以就导致了现在这个面子攀比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，而且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。卷孩子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是一个太畸形的事儿了。卷财富，卷这个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并没有那么多财富，你并没有那么多东西去让你卷，然后你卷了半天，要了面子，丢了理，自己痛苦，然后到最后，其实到头来，你在你卷不动的时候，没人把你当个人看了。你就像之前。特别有意思是说东北人没有地域歧视哈，就好玩，就说这东北人，你家里在家吃窝头、啃咸菜、啃馒头，你得有个貂，你得能有一个能穿得出门的貂，这不就是面子吗？就是貂就是貂皮大衣啊，貂皮大衣就是咱们冻梨好了。冻梨你说到东北，我想到咱们冻梨了。冻梨应该再过个2天就可以吃。我冻的冻梨，我之前听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你有这个买貂的钱，你完全可以让你的家庭生活变得更提高。对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量力而行。就跟你说买包、买奢侈品，肯定你说这个像你说爱马仕的包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你说一个普通的包，它就是没有的好看。当然，因为它的那个大 logo 在那儿，它的价值在那儿，所以你可能心目中你就不自觉的会认为它好看。但是我觉得像买包这个事情，人人都喜欢好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。比如说你有5000万，你说我买一个100万的东西，那对你的财富来讲，那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根本就不足以让你觉得说，哎，它会有损失什么。那你只有100万，你买个100万的东西，买个100万的包，它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了。对，它可能会因为你买了这个东西，会让你未来可能3个月、5个月，你天天你得吃窝头，那就没有变得吃馒头在家啃咸菜了。对，而且就是我觉得像说到奢侈品这个东西，你永远追不完。而且呢，你说我买一个，比如说我工资只有1万块钱，我买了一个5000块钱的包。你身上还穿了50块钱的衣服，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5000块钱的包也是一个假包。你想要把你这个5000块钱的包的这个价值，当然现在没有5000块钱的奢侈品了。我就说这个意思哈，就是说你要想要说让你这个5000块钱的包发挥到最大值，你就要配一个5000块钱的鞋，你就要配一个5000块钱的衣服，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 set。对，然后你就会更加痛苦，然后你这就是一个死循环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在能力范围之内，偶尔犒劳一下自己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去把自己绑架了。我前几天和我朋友聊了天，我觉得还
挺震惊的啊。因为他看到我在青岛的影片以后，他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和你爸爸妈妈关系也太好了吧？”他说：“你知道我和我爸最近就彻底掰了，就彻底断绝父女关系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他爸爸因为他不结婚不生孩子。”就是已经在家已经闹了好几年了，他爸爸给他来了一句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件事儿让我很没有面子，让我在我的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。”然后我朋友就一直在跟他说：“第一，我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，我结了婚，我不能把我的幸福赌上来，来给你圆你的面子。我以后离婚，你是不是又没面子了？那我要为了你的这个面子，我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里待40年50年。”这样你就有面子了吗？你就是活在了别人的看法里面，然后你要强加于我。你看现在很多人结婚都是就是摆酒席，摆说我这个一桌多少钱，我这个一桌喝的什么酒。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是为了面子来办这个酒席，因为你的酒席的多少，我觉得应该是取决于你来参加人都是什么样的人。比如说你是一个集团的大老板结婚，那你肯定来参加的人都是跟你这个同一个水平、同一个级别的差不多的人，所以你可能会需要我找一个5星级的酒店去办一个什么婚礼，那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。但你来的人都是很底层的人，然后你非要去硬着头皮去那个5星酒店去办一个酒席，我就觉得你把那些钱省下来，你去把自己的房子好好装修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去旅个游好不好？对，你去度个蜜月好不好？对。所以就是这种面子也是给别人看的，你何必去演给别人看？我有多幸福，我有多有钱，这个也是面子的一种嘛，在办酒席这方面。对，所以这个就谈到就是这个东西方的这个面子的差异问题。在中国，你比如说这种面子其实是给别人看的，你所花的所有的钱为了来撑起你这个面子，但是它只是为了博别人的眼球，而你自己却没有在中间享受到什么东西，或者你享受了，但是你很累的去享受。咱们就拿买车这个事情，你说在中国，你总觉得说好像在中国，你要开个2万块钱、3万块钱的车，你就觉得你好像都不好意思停在那个。你看所有中国的电影电视剧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文艺是有关系的。前2天我看了一个什么电视剧啊，是错位，就是佟大为跟马伊琍演。佟大为他没有钱的时候，他开了一个就是很破的一个可能2万3万的车吧。他在剧里边是个作家，他为了把他的这个书能够推广出去、发表出去，他参加了一个就是很上层的一个聚会，都是那种大出版商。他开了个小破车停在那个停车场了，停车场旁边都是那种特别豪的车。然后他就觉得，哎，我开这个车停在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，特别不好意思。所以就是这种心态，就是他从这个电影电视剧里反映出来的，其实就是一个，虽然它是一个面子问题，但是它就是人的传统观念，包括从导演、编剧，从所有人的观念里边，对，他都在传递这个信息，就是别人会用车来衡量你。对，但你看，在美国，你说买车这个东西，Costco就有卖车的。你说你到那儿去付个首付款，当天车就开走了，跟买菜一样。对于美国人对买车的观念，咱们不说那种顶级富豪，大家买车是为了什么呢？首先考虑省油，价钱实惠，是不是实用？这就为什么凯美瑞和那个 Honda Civic 在美国是最好卖的。这个车省油啊，但是你不会因为你开这个车，说你去比弗利，今天你去吃饭，你会因为开这个车你不好意思你代客停车，你不好意思，你完全没有，就你觉得很正常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嘛。曾经那个谁来咱们家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他当时买了一个2手的路虎。因为当时咱们也是路虎嘛，他可能就是我觉得他是个要面的人，他可能觉得就是面子有点过不去，因为咱们是那个新款的嘛，他买的是2手的，然后他非要强调一声，我这个是原来 NBA 这是谁的车，我当时我就想，我记得大家还聊天呢，你说了这句话了。你是为了在找自己的面子了，因为你买了2手车，你觉得没面子，然后你用这句话来找这个面子吗？你如果说我这个车，我这个别看它旧，但我是好莱坞，不是是比如说 NBA 某某球星，他送给我的，那牛逼，那是牛逼，那你是有面子是不是？你说他曾经是 NBA 谁开过的一个车，那可能还是他没成名的时候开过的车呢，是不是？
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在给你脸上找面子吗？他们都不来往了，跟这些人现在都是我们现在都是极简生活，就非常简单。我就是之前有段时间不是回北京了嘛，到了北京以后，我就会发现这些人说话，我只有20%的能力，我要把自己吹成80%的能力，甚至100%，甚至100%。对。我遇到好几次，你知道吗？就遇到太多次了。我一开始我还信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觉得我操，这人真牛逼啊，怎么着。后来我发现，哦，这都是一个套路。谈生意的话，真的是要小心再小心，因为吹牛的成分太多了。然后我连我自己的同学就回国了几年以后，都变成了一个很虚的人。他好像就怕把自己少说了一句，然后别人看扁你。你就不说这些就是做生意的人，你就说。剪头发理发厅，人均什么首席设计师，结果一出现就是一看就是一个农村人。咱们原来老开玩笑，其实也是真的啊，就是朋友圈，每个人朋友圈都有个英文名字，等春节一回家，狗剩儿，什么四凤，对，就暴露原形了。对，我那个山西的好朋友。他不是去年回国了嘛？去年回国他就跟我说现在这个洗头发的都这么厉害了吗？说跟他说那个一进去说你要是选我们首席嘛，怎么着。他说行啊，那就照着这个首席吧。然后这个人就过来一看就是那种精神小伙，你知道吧？就差点就那种非主流了。然后边给我朋友剪头发边说，哎你知道我吧？然后我那朋友说我不知道啊，我曾经给那个哪个明星做头发来着，尬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事儿我有发言权，我给你补充一点啊，拍戏啊，就是化妆组，因为他都有那个主化妆师嘛，对，主化妆师呢，比如我这个戏的演员多，可能我的造型复杂，因为我自己团队没有那么多人，对，我会临时请，比如说当地的，比如说某某发廊的谁某某发廊，让他们来是干嘛？他们不是来给主来打理头发，是打小工，就打下手。那知道。比如说群众演员的头发，对，比如说这个一般演员的头发，但是主要演员头发还是由那个主要发型师。他不可能主要演员头发说你找一个小工来给我做，那主要演员他也不干呢。他就是可能在这个剧组里面给群众演员对打过。然后这个戏里边呢，比如说有范冰冰啊，他就说我曾经给范冰冰做过头发。他可能只是在剧组临时干了几天，这不就是典型的，就是我有20%的能力，我吹到100%了吗？对，鲁迅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鲁迅写过一个叫面子啊，是吗？对，鲁迅说呢，这个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，它就像晚清的时候的那个辫子，你只要揪着辫子，然后他的身子就跟着你走。所以我总结来说，就是我觉得面子每个人都要，而且面子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性，但是一定就是面子在你心里的这个位置，到底是你必须要是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能力之内，你把它放在一个位置，而不是超出你的能力承受范围。过分于要面子的人，都是过分于在意别人看法的人。对，面子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是要有的，因为你正常的礼尚往来啊，或者是正常的就是人际关系，其实有一定的面子，它算是一个礼仪标准。但是这个礼仪标准是要在你自己的行为规范里边，对，你的道德规范里面去运作的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巴里运作的。就像我朋友他爸爸，你的这个面子，死活要的面子，你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断绝关系，是因为你要活在别人嘴巴里，你要别人觉得你的女儿所谓的结了婚了，但是其实别人并不在乎你的女儿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。对呀，你只是可能别人一句话说，哎，你女儿怎么还不结婚？都30多了，你就觉得没有面子的话，那这就是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就是你把它的位置放于过高了嘛，都大于你的亲情了，那你这个位置就已经是畸形了。对，你一定是要以自己舒服、自己的一个道德标准来衡量的一个面子，它才有意义。千万别死要面子，活受罪。我们小时候其实也要面子，但我们小时候不是比谁家有钱，我们是比谁厉害。什么哪方面？在这条胡同里边啊，在胡同里边，在这条胡同里边，我说话好使，我说话管用，没人敢欺负我，这就是面子。你被人欺负了，
我去帮你去打架，这也是面子。就很久以前的面子，其实它有可能是一个好的东西，因为它有可能是我讲义气、仗义，这种面子我觉得是可以有的。对，当然不能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我硬着头皮上那种，我他妈命都不要了，我为我兄弟两肋插刀那种不行哈。你看咱们现在看这个70年代的电视剧，70年代的电影，那个时候什么人是有面子呢？我在这个工厂里边，我拿到了一个标兵，我生产标兵，我为工厂发明了个什么东西，做了什么贡献，你是觉得哎呀特别有面子，是不是？那个现在的面子是我会说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面子发展到今天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成分都是影视作品去引导人们的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人的面子是跟现在的面子是不一样的。的确，因为现在经济发展了，这个社会发展了，就慢慢变成这样了。社会现在太复杂了，你是被这个社会推着走的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只能就是每天扒层皮，为了给自己要这个面子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面子重不重要，然后你是不是一个要面子的人？你曾经为了要面子干过什么蠢事儿？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拜拜。